你认识我吗？你不认识我不要紧，你一定要认识这张张天师的灵符。茅山派的大师兄受师傅所托，教导师弟们请鬼术。在师弟挑骨灰坛的时候，大师兄特别提醒：不要拿3月死的啊！为什么不要3月死？3月死的鬼最凶，未免吓着大家，请一个5月的。哦。结果师弟3、5不分，直接拿了一个3月的。只见大师兄念咒施法，一只鬼王就被召唤了。幸亏师傅茅山间感觉不对劲，及时出现赶走了鬼王。鬼王带着2盏魂灯逃了出来，看到远处的汽车大灯，以为遇到了同类。一个闪现后，鬼王来到了查理身后。就在他碰触到查理的时候，被查理的3把火烧成了灰烬。这么阴风阵阵的。此时茅山间也带着徒弟追了上来，看到汽车大灯后，他还以为是鬼王的魂灯，就射出了金钱镖。走近一看，原来是场误会。茅山间打开天眼后，发现鬼王已经被烧成了灰烬，而查理的身上冒着3朵熊熊的火焰。茅山间立刻明白了一切。新官上任3把火，这个鬼可真倒霉。原来查理是新上任的保安队长，他受西洋文化影响，根本不信鬼神。为了打破封建迷信，他更是要求搬进镇上最凶的凶宅。到了晚上，查理就带着副官和秘书搬进了凶宅，并且命令来帮忙的阿光把原主人的画像搬走。原主人被丢进杂物间后非常生气。原来这里原先的主人是个大将军，由于他的名声在外，所以从来没有活人敢踏足他的府邸。将军发现自己的傻儿子居然喜欢上了查理的秘书阿红。哇，她好漂亮啊！你喜欢吗？你喜欢就成了。就想给自己添个儿媳妇。阿红发现桌子上居然多了一个首饰盒，打开一看，里面居然有个金手镯。这个金手镯貌似有魔力一般，戴上以后，阿红竟然换了一套红嫁衣，来到厨房就要切自己。幸亏查理和副官在这里偷吃发现了他，两人抢过菜刀后，就把阿红送到了茅山间这里。茅山间早就知道鬼将军的厉害，于是用阵法将阿红保护起来，并且告诉他千万不要走出红圈。就在此时，茅山间的女儿阿娇出来抢救，大家的目光纷纷被吸引，根本没有注意到鬼将军已经来了。茅山间上前训斥女儿：阿娇，马上换掉他！站在圈里的小红却开始发表不同的意见，不知不觉就走出了红圈。鬼将军也趁着这个机会将小红收进了画里。茅山间，你看着我杀他吧！我看你有多少根中指。嘿嘿，中指我只有2根，可是朱砂我多得很。鬼将军见自己连个女子也奈何不了，直接发了狠。这下在外面的茅山间也没了办法，只能看他们给火化。就在此时，善良的鬼公子不想看到心爱的女孩受到伤害，拼命把小红推了出去。茅山间没事了，18年后我再来找你。就这样，鬼将军放下狠话，烟消云散。次日，茅山间为任老爷举行葬礼。由于这块土地是块养尸地，葬下去的尸体100%会尸变，所以他们千百年来一直实行空葬。与此同时，一个盗墓贼趁着大家都在参加葬礼的功夫开始盗墓。他挖开一个山洞后，发现了一块古玉，再往里仔细一看，居然发现了一件金缕玉衣。随后，盗墓贼奋力地伸手进去摘下了金缕玉衣的面具，里面居然是一具沉睡1000年的僵尸。很快，盗墓贼就成了僵尸苏醒后的第一菜。原来这具僵尸的来历也不简单，他居然是西周时期的哀王姬去疾。由于受到方士的蛊惑，想要长生不老，服食了水母流丹，结果当场暴毙。由于中毒太深，尸体发生了恐怖的变化。后人为了引以为戒，特意制作了金缕玉衣穿在哀王身上，将它摆放在八方台上。结果当晚天地发生异象，以月亮为首发生了9星连珠。金缕玉衣有聚光作用，周哀王的尸体吸收了月光精华，导致了尸变。就这样出现了中国第一具僵尸。只要被僵尸抓伤的人，也会慢慢变成僵尸，
随着僵尸队伍的壮大，他们将占领一切人类居住的地方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发生了地震，僵尸们被深埋地下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僵尸们慢慢腐化，只有那具身穿金缕玉衣的僵尸保存完整。而2000多年过去，这具僵尸又被盗墓贼唤醒。可就在僵尸要出来大开杀戒的时候，外面却喷来了黑狗血。黑狗血是用来对付僵尸的，喷了黑狗血就是尸变也不怕。就这样，僵尸被喷了一脸黑狗血，又陷入了沉睡。而外面的任老爷也被封在了棺材里，竖着掉进了棺材洞。前来观礼的查理又要搞事情。金伯，你说这附近乃是养尸地，你有什么证据啊？死了的东西葬在这儿会变成僵尸，死鸡变僵鸡，死狗变奸狗啊！最好能够证明给我看看。要是没有证明的话，你可不要怪我封了你的茅山学堂啊！为了教会查理做人，茅山间让徒弟找来一具公鸡的尸体，然后随便挖了一个洞埋了起来。为了防止公鸡变成僵鸡后乱跑，还特意压上了2张定尸符。双方打赌第2天再把公鸡挖出来检查。到了晚上，为了影响茅山间，查理让女秘书开车引走茅山间的2个徒弟。哇，你真棒，会玩这么大的怪物。很容易的，上来，我教你们。好。然后他和副官把公鸡挖出来，防止它尸变。可2人怎么也没想到，此时的公鸡已经尸变。2人折腾一夜才把僵鸡搞定，2人身上也被僵鸡抓伤。次日，他们按照约定挖开查看，僵鸡已经不见。查理立刻给自己打圆场，表示居然公鸡不见了，就当大家打成平手。众人走后，查理和副官也发现了雨片，于是他们找来炸药，直接炸碎了任老爷的棺材。随后他们顺着棺材洞爬了进来，果然发现了穿着金缕玉衣的僵尸。随后2人便抬着僵尸回了家。到了晚上，被僵鸡抓伤的查理和副官居然尸毒发作，学起了鸡叫。休息一会后，他们想要趁夜把金缕玉衣取下来，可是查理发现他居然看不见东西。2人对视后才发现了不对劲。糟了，那被僵鸡抓伤了，变成这样子。哎呀！怎么会是绿色的？老大，你呢？我没事。老大，被僵鸡抓伤了就发鸡王，要是被僵尸抓伤了，你说会怎么样啊？废话，僵尸怎么会复活呢？是茅山间胡说八道。 2人走后，僵尸就有了反应。很快，茅山间就感觉到了强大的尸气来寻找僵尸。可是查理还以为他们是来偷金缕玉衣的，就抓了起来。就在此时，僵尸突然出现，一旁的小红急忙提醒：“僵尸复活在你们身后啊！” 茅山间立刻让众人暂时停止呼吸来躲避僵尸。查理也趁这个机会丢来了钥匙。脱困以后，师徒3人使尽浑身解数也没能把僵尸制服。最后还是靠小红丢出了黑狗血才把他赶走。事后茅山间猜测僵尸不怕道法跟他身上的金缕玉衣有关。茅山间知道2人被僵鸡抓伤，顺便替他们解除了尸毒。次日，为了彻底消灭僵尸，以绝后患，茅山间召集了自己所有的弟子，然后带上最先进的装备去寻找僵尸。另一边，查理为了拿到金缕玉衣，也早就已经带人行动，可是他手下的火枪根本对僵尸造不成伤害。随后，查理和副官想要开车逃跑，却不知僵尸也跳上了车。见到茅山间后，查理急忙求救，僵尸也从车后冲了出来。茅山间立刻让徒弟们用糯米招呼僵尸。眼看糯米有效，茅山间立刻让徒弟摆下墨斗阵。只见茅山间拉起墨斗线，把僵尸弹飞。随后徒弟们一拥而上，就要脱掉他的金缕玉衣。可没想到僵尸力大无穷，直接把众人震飞。阿光和师弟见状，利用跷跷板把僵尸困在了木桶里。茅山间指挥道：“把木桶推向火堆，烧他！”可令他没想到的是，木桶的底居然掉了。脱困的僵尸非常愤怒，直接掀翻了查理的汽车。在车上的炸药也掉了出来。与此同时，阿光和师弟再次配合，把僵尸踢进了火堆。可是有金缕玉衣的保护，僵尸根本不怕火。茅山间趁着这个机会射出红绳，然后一拉，居然扯下来大片的金缕玉衣。这下僵尸终于怕火了。查理想要表现一下，丢出炸药，可被僵尸一掌拍进水池，不但没有造成伤害，还把火堆扑灭。眼看僵尸认准了查理，众人齐心协力，用竹竿把僵尸困住，然后用最后一捆炸药把僵尸炸成了。茅山间好心提醒查理：“不要吸气，要是吸进尸粉，你马上变僵尸。喂，快去拿水来，替他冲洗干净。”万岁！哎呀，我要变僵尸啦！到这里，影片也就结束了。我是小 K，我们下期见。